先去忙了。你怎么回来了？培训提前结束了，而且为了你，我也要归心似箭。我这次也算是凯旋而归吧。不过我庆祝一下吗？我跟他们都说好了，今晚我请客，一定要来哦。 我爸呢？哦，叔叔去医院陪床去了。你怎么把丁丁放到我房间睡觉啊？我一会儿还要写东西，我开着灯会影响丁丁睡觉的。武功，你既然这么心疼孩子，今天你的新书发布会，你干嘛那样说啊？你知不知道孩子都问我，妈妈。 爸爸说的前妻是你呀，还是江阿姨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指的是谁，你心里还不清楚？是，我知道你对江离余情未了，你还想跟他破镜重圆。可是吴果，江离已经跟人史蒂夫好了，你认为你俩还回得到过去吗？跟你有关系吗？ 跟我是没关系，但是跟孩子有关系啊。悟空，你们俩都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了，你认为你们俩复婚，你觉得江离还会对孩子像以前一样好吗？岳雅青，我请你不要拿你的思想去想江离，行不行？江离这个人我了解，他对丁丁一定会好的。我不敢相信。是，悟空。 我承认，我这个人好吃懒做，毛病也不少。当初我还在这个家的时候，的确给你和江离之间造成不少误会。那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那我能养活我自己的时候，我也搬出去住了。谁知道你们后来还是离婚了？虽然说你们离婚，我有不少责任吧，但也不全是我的问题啊。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现在阿姨病了，叔叔要照顾阿姨，你又火了，丁丁又没人照顾，那你跟薇薇那是根本不可能了。江离又跟史蒂夫好着，你不觉得咱俩复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吗？你就不愿意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吗？岳雅青，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又是发布会又上电视，以为我挣大钱了？ 你要是没挣大钱，你干嘛那么高调的跟江离表白啊？我说你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岳雅青，你自己想一想，从你认识我的第一天，到咱们结婚，再到今天，你有真真正正爱过我吗？你不过就是想通过婚姻来改变你自己的生活。别说我现在没挣什么钱。 就算有一天我真的飞黄腾达了，那也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复婚的。你真这么狠心？
行，武功，你就不怕我把我们俩之前的事都给报社的记者？你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你就不怕我帮你在媒体面前塑造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形象？你就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了，是吗？我知道这事儿听起来挺可笑的，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它比小说可精彩多了。我不是不相信你，我知道，你对我妈心里有阴影吗？不是我旧事重提，我妈想起了我们当年还没结婚前，我妈和你妈一起来上海的时候，咱们俩就像两只耗子一样，东躲西藏，跟两个妈斗智斗勇，最后还是输在蛛丝马迹上。你别说，那两个妈也挺厉害的，甭管我们把东西藏在哪儿，他们都能够找出来。现在回想起来，以前你跟我过的苦日子，也是需要勇气的。那会儿我们的生活，天天都有事故。所有的这些事故，终有一天都会变成故事。你的小说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说阅历也挺值钱的嘛，并不是年轻就是资本。不过现在，我倒是挺怀念我的青春的。我在想，如果我现在还跟以前一样，我估计我没有勇气再追你了。我跟你说个笑话，我妈不是想起了当年我们还没有结婚前的事儿吗？可是态度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她说她对你妈态度不好，想跟你妈赔个不是。她还说，如果林飞要嫁人的话，她希望林飞嫁一个条件好的，还说她想借钱在上海跟我买房子。你说这人的记忆也挺奇怪的，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竟然会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想法。以前对你们家那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没想到现在变得连亲孙子都不认识了，还想着要对你这个儿媳妇好。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我的错，既不是个孝顺的儿子，又不是个合格的丈夫，更不是个称职的爸爸。咱俩刚离婚那会儿，我还怪我妈呢，我总觉得我妈欺软怕硬，人岳小青都得寸进尺成那样，她还总让你处处让着她。后来我想想，怪得着我妈吗？如果不是因为我妈知道岳小青是谁呀？如果不是因为丁丁的话，我妈也不可能处处忍让着岳小青。现在回想起来，我妈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估计一大半都是我的功劳。我会找时间去看阿姨的。谢谢。你要的报告。丽丽啊，这个是这周的考勤表，你没有一天是准时上班的。
作为一名管理人员，我希望你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还有啊，我不需要你用这种糟糕的发型和疲惫的面容来证明你工作有多么的辛苦。OK？ 明白。去工作吧。怎么了？还有什么问题吗？秋实这个项目是我们公司第一次针对女性内衣做互联网营销，这么大的案子，我一个人恐怕没有办法胜任。什么事情呢都有第一次，而且第一次呢是不允许搞砸的。我希望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面前抱怨工作的难度。Understand？ Understand。无法接受挑战的管理者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我很理解女性在职场上天生的弱势，可是我不会对你网开一面。作为中国区首任 COO 的候选人，公司和我都需要你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你是在说我吗？别，你的工作能力我很信任，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Darling， 我回来了。我先去忙了。你怎么回来了？培训提前结束了，而且为了你，我也要归心似箭。我这次也算是凯旋而归吧，不为我庆祝一下吗？我跟他们都说好了，今晚我请客，一定要来哦。